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3季上期回顾，凯瑟琳冰霜杀手的人格已经出现，而且越使用超能力吞噬的就越快。炼金术师让沃利想起了闪点中的所有记忆，白瑞则将计就计，跟随沃利一起到了炼金术师的据点。沃利最终变成了残茧，白瑞却遇到了自己目前最强的对手萨维塔。白瑞立刻让乔开枪，炼金术师趁机逃了出去。萨维塔捏着白瑞的头出去兜了兜风。在白瑞的眼里，萨维塔如同瞬移一般，也是目前出现的唯一一个白色闪电的急速者。白瑞试图反击，却像婴儿一样被蹂躏。萨维塔告诉白瑞，自己是未来的闪电侠。希斯科带着凯瑟琳传送了出去。为了救白瑞，凯瑟琳破例使用了超能力。沃利躺在残茧里没有了动静，白瑞也被萨维塔的速度震撼得不轻。炼金术师也只是萨维塔的小弟，只有同样身为急速者的白瑞才能勉强看到萨维塔，普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。乔为了找到唤醒沃利的办法，暴力拷问了活捉的信徒。凯瑟琳打断了乔，还称沃利已经醒了过来。乔走后，凯瑟琳冰霜杀手的一面展露了出来，他也想找到炼金术师。炼金术师能够赐予力量，说不定也能消除力量。冰霜杀手冰封了整个审讯室，趁机逃了出去。倒霉蛋朱莉安非要走出来，直接被凯瑟琳当做了人质。乔回来后发现沃利压根没醒，白瑞这才意识到凯瑟琳出事了。由于凯瑟琳销毁了监控，警局暂时不知道谁是犯人，唯一知道的只有人质朱莉安。朱莉安知道凯瑟琳是白瑞的朋友 ，HR 提议用找到斯纳特的方法找到凯瑟琳。白瑞赶去之前，凯瑟琳一直在威胁朱莉安调查其他信徒的线索。朱莉安偷偷给警局报了信儿，这激怒了冰霜杀手。白瑞赶过来劝说凯瑟琳收手，朱莉安就在一边唧唧歪歪，气得白瑞一拳敲晕了他。冰霜杀手是凯瑟琳阴暗的一面，他记恨白瑞创造了闪点，也挑拨了白瑞和希斯科之间的关系。但警察已经赶到，白瑞不得不把凯瑟琳带走。凯瑟琳刺穿了白瑞的小腿，他还是不打算收手。白瑞需要4个小时恢复。希斯科也被凯瑟琳的话勾起了自己的阴影，如果没有闪点，哥哥丹提也不会死。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他还是没有放下。希斯科现在只想找到凯瑟琳，有2个信徒的位置，乔和 HR 盯着第一个，希斯科单独盯着第2个。HR 知道乔担心沃利会黑化， HR 拿着白瑞举了个例子，他最强大的力量不是他的神速力，而是白瑞内心满怀希望，要对沃利有足够的信心。凯瑟琳出现在了希斯科的监控范围内，希斯科震波到的大战很可能就是今晚。尽管这样，希斯科还是在尝试唤醒着凯瑟琳。白瑞恢复后跑去帮忙，被凯瑟琳来了一手打出溜滑，白瑞反手撂倒了凯瑟琳，凯瑟琳反嘴来了一个冰之啵啵，白瑞直接被亲的结了冰。希斯科趁机把凯瑟琳打昏，带回了超能监狱。白瑞光速抽搐，驱离了寒气。凯瑟琳彻底失了智，他是唯一的医生。乔的直觉告诉他不能再等了，他和 HR 一起锯开了沃利的残茧。爆炸的瞬间，白瑞救了他们，而沃利却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急速者。大家都不知道沃利跑到哪里去了。白瑞找到凯瑟琳，想让他帮忙治疗沃利，说完就打开了门。白瑞让他杀死自己就可以离开。凯瑟琳最终还是没有对白瑞下手，这也成功唤醒了凯瑟琳的善良。凯瑟琳帮忙调制出了一个让沃利恢复神智的药剂。沃利刚刚获得神速力，身体和精神暂时适应不了这么快的频率。乔突然想起了一个沃利一定会去的地方，那就是沃利妈妈生前住的房子。白瑞和乔把沃利带了回去。沃利现在的速度比白瑞一开始还要快，毕生心愿终于实现了，沃利成为了急速者。他甚至都已经计划好了和白瑞组团出道。朱莉安终于醒了过来，白瑞这一拳力道不轻。白瑞希望朱莉安能把凯瑟琳的事情保密，因为凯瑟琳内心的善良大于邪恶。白瑞这个抉择，朱莉安也发现白瑞不适合当警察。最终，白瑞用辞职的代价换来了凯瑟琳的平安。深夜，萨维塔找上了朱莉安，因为朱莉安就是炼金术师，而他却一直在逃避。沃利还是无止境的训练，只不过是乔和艾瑞斯捆绑他的借口。他们不相信沃利有能力打击罪犯。凯瑟琳和希斯科的想法却是截然不同。警报突然响起，一个不明飞行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坠落市区。白瑞冲了过去，发现一艘飞船，上面下来了一群外星人。天眼会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。莱拉对这群外星人早有耳闻，他告诉白瑞，这群外星人叫支配者。1951年他们就降临过地球，和人类部队展开了大战，后来不明原因的离开了地球。时至今日，他们卷土重来。莱拉告诉白瑞不要插手这件事儿，这不是闪电侠一个人能解决的麻烦。白瑞却并不准备袖手旁观，他跑到星城找到了奥利弗，把支配者的讯息全部都告诉了奥利弗。意识到了大麻烦，奥利弗准备通知明日传奇。传奇坐着时光机穿越了过来，白瑞则在希斯科的帮助下来到了地球38。他要找的帮手不是别人，正是女超人卡拉。4个团队已经集结完毕，卡拉秀了一下自己的实力，赢得了重视。此时支配者们已经开始计划着毁灭地球。最让大家震惊的不是女超人，而是奥利弗。这个百万富翁帅气男神居然就是绿箭侠。他们对支配者了解的并不多，卡拉小时候在克星听说过支配者，他只知道这群怪胎皮糙肉厚，很难对付。现在4个团队需要一个领导来指挥大家。
希斯科投给了奥利弗，因为他现在对白瑞有偏见，但他低估了奥利弗和白瑞的感情。奥利弗主动让白瑞成为领导，可白瑞没有任何经验，奥利弗只能暗中扶持。第一件事就是把卡拉当作敌人展开训练，毕竟卡拉刀枪不入。白瑞私下找到雷，问他为什么不见斯纳特，这才从雷的嘴里得知斯纳特为了救所有人牺牲了自己。白瑞早就把斯纳特当成了朋友。沃利可怜兮兮地站在外面想要帮忙，艾瑞斯果断拒绝。说句题外话，此时的艾瑞斯还不如沃利有用呢。但坏消息不止一个，斯泰因把白瑞和奥利弗拉到了飞船上。40年后的白瑞给明日传奇发了一条留言，内容包含闪点的事情。未来的白瑞告诉他们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不要相信白瑞自己。显然闪点的存在会给未来带来一个大麻烦。这边的队伍还在训练，每个人都被卡拉收拾得不轻。莱拉找到总统，希望他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没听劝的总统出门就被支配者抓了起来。实验室里没有人相信沃利的能力，他想让 HR 偷偷帮助自己， HR 却没有当场答应。斯泰因回归后第一个遭到了闪点的报应，因为时间线被修改，斯泰因莫名其妙多了一个20多岁的女儿，而他却没有一点印象。另一边，因为卡拉太强，所有人直接训练到筋疲力尽。希斯科不知道为啥偷偷找到了未来的白瑞的录音，带着自己的情绪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。白瑞被迫把闪点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，包括迪格的女儿变成了儿子等等一系列变化。未来的白瑞警告所有人不要相信现在的白瑞，现在如他所愿，因为闪点造成了后果，大家对白瑞全都有了意见。莱拉把总统被绑架的消息传了过来，白瑞选择放弃救援，让卡拉带队前去。现在相信白瑞的只剩下卡拉和奥利弗。奥利弗再也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立场，白瑞如果不去，那自己哪儿也不去。迪哥因为自己无形之中失去了一个女儿，选择了对立面。除了白瑞和奥利弗，卡拉带着所有人赶到支配者的老窝，但这明显是个圈套。支配者早就知道女超人会来，而且他们也早就拥有了对抗克星人的技术，总统只是诱饵。支配者入侵了所有人的大脑，控制了他们的意识。另一边，白瑞还在自责当中，奥利弗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。曾经斯旺的密室里一直留着一篇未来的新闻报道。2024年，闪电侠伴随着一道闪电消失在了世界上。这篇报道本应该是嫁给白瑞的艾瑞斯所写的。闪电过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奥利弗从不相信自己的命运被其他因素掌控，他让白瑞不要再自责了。在奥利弗看来，如果能救回父母，任谁都会选择去尝试一次。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又有谁想过后果呢？只不过这次决定的是白瑞。他给白瑞讲了自己的经历，父亲为了救他选择了自杀，母亲死在了丧钟手里，他没有能力去阻止一切的发生。如果他有神速力，他会义无反顾地回到过去，因为这是人生的选择，也许会影响到其他人，但是这就是人性，他们并不是神。就在此时，被洗脑的团队开始袭击实验室，白瑞和奥利弗作为最后的希望，只能选择对抗他们。奥利弗一个人对抗所有刺客，白瑞引开了最棘手的3个人，绕圈圈丢闪电也仅仅只能是拖延时间。女超人被洗脑提高了游戏难度，奥利弗这边肉搏几个人都没有太大压力，眼下只有沃利能够称得上是外援。沃利心说去他娘的艾瑞斯，二话不说冲了出去。沃利把白瑞从危险里救了出来，却被卡拉打晕了过去，但他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希斯科和菲利西蒂查到了支配者用来洗脑的仪器，奥利弗打算依靠一己之力拖住所有人，让白瑞吸引卡拉去毁掉仪器。奥利弗的剑已经所剩不多，还要保护受伤的沃利。弓箭手被逼无奈玩起了近战。俗话说得好，自古工兵多挂逼。奥利弗面对3个人也不落下风。此时的白瑞已经一落把卡拉带到了仪器面前，在卡拉冲刺一瞬间，光速抽搐躲过了攻击，仪器也被卡拉一头撞烂。伴随着仪器的摧毁，所有人才清醒了过来。奥利弗可算松了一口气。沃利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 HR 把他当做了最大的潜力股，决定偷偷帮助沃利。这次白瑞证明了自己能够被信任，团队对他重拾了希望。还没多说，一个个就被吸进了支配者的飞船。白瑞全力冲刺也没有拉回奥利弗，奥利弗他们被带到了支配者的飞船上。希斯科通过震波奥利弗的弓箭看到了他们的位置。在梦境里，奥利弗的家人全部都健在，但奥利弗总是感觉很不真实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。当他发现真相的时候，遭到了丧钟的阻挠。一起被抓来的西亚几个人也逐渐记起了所有事儿。打败丧钟之后，奥利弗叫来了所有人。想要走出幻境并不容易，奥利弗必须放弃这些美好的生活。走出幻境前，奥利弗看到了一生所有重要的人。奥利弗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醒了过来，但他们光是醒过来还不够，想要从外太空回到地球更难。但闪电侠和绿箭侠小队已经破译了支配者的信息，定位到了奥利弗的位置。此时，奥利弗扛起了他娘的意大利炮打头阵，他们抢走了一艘飞船。西亚随手一摸，启动了飞船，直奔地球飞去。支配者大军也追杀过来，传奇的时空飞船根据定位找到了他们，将他们带回了地球。
在飞船上的时候，雷意外听到了支配者的交流，虽然听不懂，但他记住了对话。吉迪恩帮忙翻译了大致的意思，支配者的终极武器已经准备就绪，而且他们已经直奔地球而去，企图一举毁灭地球。4个团队重新集结了起来，传奇打算穿越到1951年，活捉一个支配者，问个明白，互相绑架以示尊敬。白瑞和奥利弗留在地球守护，奥利弗找卡拉 talk 了一下，有过一次被洗脑的经验，他就不想让卡拉轻易出手。奥利弗必须做好对付每一个人的准备，包括女超人，这点像极了老爷。希斯科和费利西蒂跟着一起来到了1951年，由钢铁公民带队，他们赶到了1951年的战场，在大战结束后活捉了一个落单的支配者，但有关部门立马赶了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偷袭了他们。飞船上，希斯科和费利西蒂目睹了一切，两个技术宅扛起了他娘的意大利炮就追了过去。钢铁公民和支配者关在了一起，通过交流，他们发现支配者并没有恶意，他们只是来确保地球上的变种人会不会对宇宙的平衡造成破坏。地球上，总统被抓后，紧接着上任了一位新总统，而他第一件事就是约见了绿箭下所有人，但这也只是一个圈套。这个男人就是1951年活捉支配者的有关部门老大，也是一切的导火索。在开火之前，奥利弗让白瑞速战速决，子弹射出瞬间，白瑞闪身而去，放倒了所有人，用枪对付他们是最错误的选择。65年前，老头活捉了支配者，也知道了他们的目的是变种人。外星人入侵这件事儿全部都赖在了变种人身上，所以老头准备斩草除根。1951年，希斯科和费利西蒂救出了所有人，而且他们还打算把支配者一起救出来。送走了支配者之后，希斯科偷了他的一个外星手机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老头把一切起源告诉了所有人。支配者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白瑞，而他们也早就知道白瑞是闪电侠。白瑞创造了闪点，篡改了历史，对支配者来说这就是威胁。支配者一直没有重回地球，直到闪点发生了，白瑞破坏了这份和平，而支配者休战的唯一条件就是交出白瑞，这是白瑞拯救世界的唯一办法。希斯科他们回到了2016年，回来后，支配者就通过外星手机发来了讯息。自打他们救走了支配者之后，历史就发生了微妙的改变。被救走的支配者成为了他们的领袖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他给了人类一个选择：交出白瑞就放过地球，否则的话就会有终极武器给地球受个脸。此时，支配者的终极武器已经遍布全球。希斯科震波到了外星手机，想要和他们谈个条件，却得知白瑞并不是唯一的罪人。1951年做出决定的是希斯科，是他选择了救走支配者。如今他同样成为了扰乱时间线的罪人。实验室这边，斯泰因·凯瑟琳以及斯泰因素未谋面的女儿正在研究对策。起初，斯泰因对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女儿很陌生，一同研究的过程也慢慢接受了她，毕竟她是自己的骨肉。白瑞也下定决心要去自首，牺牲自己去拯救世界。奥利弗带头否决，白瑞只不过是所有变种人的代表，并不能证明白瑞犯的错无法弥补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小老弟替整个地球去挨揍的。希斯科同样这么认为，战争已经开始了，一发导弹直奔中心城袭来。斯泰因把抑制支配者的芯片也送了过来，白瑞必须和卡拉用最快的速度把芯片放到全世界所有支配者的身上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要和奥利弗并肩作战。希斯科和萨拉想办法拖住炸弹，火风暴则靠自己吸收了炸弹的所有能量，其余的人清理着地面的支配者。奥利弗从一开始对卡拉的不信任，到最后两人互相帮助。白瑞和卡拉已经把芯片安装完毕，费利西蒂按下了按钮，所有支配者像被淹了一样满地打滚，被迫滚出了地球。政府为了答谢这些英雄，对全世界公开表示感谢，大家都在庆功。只有雷感觉卡拉像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姐。奥利弗对卡拉的顾虑也不复存在，三个人和白瑞团团抱在了一块儿。希斯科给卡拉打造了一个开启传送门的装置，这样只要一个讯号就能把女超人送来地球仪。而那个罪魁祸首的老头虽然没有受到很大的惩罚，但卡拉给了总统一个建议，一个电话把老头送到了非洲。变种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